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晚上来，今天是2025年11月26号，那来到晚上9点，我们的讲师 Brian 是我们的香港的年 Hello，轻伙伴，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跳伞的经验。那 Brian 已经在线上，我们直接邀请 Brian 来为大家开讲。好，请。谢谢再邀请我。那等下的时候，我应该有机会会讲国语会没有这么好，或是我会用英文去讲一下，希望大家听得懂，或是明白我讲什么。然后好的。先来这里讲一下我们的封面，就是今天会讲一下我以前应该是6年前做的事，是去跳伞。然后在图片里面你可以找一下我在哪里。那时候是我16岁去的一个，我生之童军就是 Venture Scout 或是 Senior Scout 做的第一个活动，这是去我们中国大陆，因为香港去中国大陆就比较近，或是我们去有方法找得到地方去跳伞，所以我们就很多人香港童军或是外面的朋友去组团去中国大陆去跳伞。然后在图片里面，你应该看得到左边后排的第3个是我，这个蓝色外套的是我。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一组人大概15人去跳伞，从零就是完全不懂跳伞，然后去后面自己去处理所有东西，然后在天上回来的时候也是自己做的东西。这就是今天的简介。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吧。然后我是现在就是 Wolfers Go 跟一个童军团的副团长，就基本上带集会就一些普通的 meeting 我们会去做一下。然后我也是Wolfers Go 就是我们 Wolfers Go 有分陆军、空军还有海军，我是空童军的那部分。然后我们都比较专注在航空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是跳伞去学习怎么去开飞机或是飞机相关的东西，我们都会讲一下。然后我可以在图片的中间看一下，中间我鼠标的位置，左边是我们童军团会香港童军团都会做的事，右边是我们童军团以后的 Venture Scout 或是 Senior Scout 去做的考试，去学习的东西。然后中间黑色的那个是我今天会讲的，就是跳伞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知道，这几个勋章在童军或是在 Senior Scout 里面是比较难获得的东西，通常会是你要时间许可，或是你的班级许可，或是你的知识、你的认知、你的了解足够的话，你才可以去拿得到的东西。就我们会不同童军的支部分成不同的难题去让学生去让小朋友去学习。就我们会把所有的等级分成初中高3个等级去做，然后你必须完成第一个才可以做第二个、第3个。所以就是这个我小小的简介吧。很多人是听到跳伞的时候都会想得到一些意外，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上年的年头找得到跳伞或是滑翔伞，就是gliders 他们的新闻。很多时候家长或是你朋友听得到跳伞有伞这个东西的话，都会想得到会有死亡，会有伤亡。但其实我们在航空里面，特别是跳伞还有开飞机，是特别看重这个安全的部分。就你可以想一下，每一天每个时候都有飞机或是有降伞去跳一下去发生，但是有的新闻比我们有就是开始的车祸的比例小很多，但是也是会有。就简单来说，我们的基数比较大，但是意外的严重性会比车祸更高，或是更夸张。所以每个人都会想说，哦，跳伞或是航空这个开飞机什么大飞机什么都很危险，就是这个原因。但其实如果你去学习去了解的话，你会发现
跳伞其实没有这么可怕，或是这么多的意外。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想讲一下这里4个的活动，就是都是航空相关的活动。那我们先讲左边的东西。左边呢，这个是我们的飞鼠装，就是你可以在Extreme Sport 里面看得到，就是极限运动。有一些人是在飞机上面跳下来，有些人是在雪山、高山里面跳过来。就很多时候都是先用飞鼠装去飞一下，然后差不多要着地的时候才开跳伞去开他们的降落伞去减缓自己的速度。然后这个也算是跳伞的其中一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种黄色的，黄色这种我们是有一个有动力的东西带着参加者去飞，可以是 fly slope， 可以是这种船的东西，或是车子也是有机会。这种是比较像气球的样子带着你飞，但它不太算是一个跳伞的活动。它们的原理会不同，还有它们降落的地方或是它们方法会不同，所以这个我们不太多讲。然后右上角的那个蓝色这种才算是跳伞。这种呢，它会是从飞机里面自己跳下来，你可以看得到下面就只有一双脚，就是只有一个人去在玩或是在跳。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讲多一点的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大家去旅行或是去挑战的时候，都是挑战这种你看得到有一个教练在后面，有一个参赛者在前面去体验去看这个活动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比较怎么说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只会体验，你不会学到东西，还有他们的价钱很贵，这个也是一个考虑之一。所以呢，在这个图里面4个里面就只有黄色的那个伞不是跳伞，其他都是跳伞。那讲了这么多，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去跳伞的话，我学习我去的时候是用蓝色的那种，蓝色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飞机跳下来，然后自己在着地，这种才是我们香港童军会做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会去跳伞呢？我就是当时候我的团长跟我说，哦，你16岁是 Senior Scout， 是 Venture Scout， 你要去跳伞吗？就是我们会组队，在复活节的时候你可以去，你要去吗？然后我当时是2月生日，然后就年满16岁，刚刚好有时间，还有也家人算是支持吧，就让我去一下。然后我做得到这里我们香港童军的第一个要求以后，我们就去找教练，还有找场地，找我们的联络方式去中国内地的河南郑州镇不会读这个就是回去中国大陆那边去他们的跳伞基地去学习怎么去跳，还有去直接上飞机跳下来。然后再回到这边就是我们12岁以上去到65岁的童军都可以去考这个勋章。这个勋章就是你年满16岁，然后在一个有动力的飞行器，单独自己一个人用降落伞碰到地面5次就可以。听起来这一句好像很简单，但是每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在飞行中动力航空器，比如说helicopter 就是直升机小型飞机或是大型的飞机，或是我觉得这3种是比较常见，在这3种的航空器上面跳下来才可以算是。如果你是在大楼，就是像杜拜的那种一样，在大楼可能是100多尺、100多楼层的地方高度跳下来的话，那个不算。或是你在热气球下面跳下来也是不算，或是你是跑到山上去，一个很高的山跳下来，
也不算，所以这个要求在我们香港来说比较难做得到。我们香港很多时候也是只有2个机场，一个是国际机场，另外一个是我们中国解放军的机场。国际机场我们知道那边是不可能做得到这种抗落性质的跳伞活动。然后第2个机场就是解放军的，然后那边的军队管得很严格，不会让我们平民去做跳伞的活动，所以就是这个限制会让我们很难去找得到地方去跳伞，所以就要我们自己去找地方。有些人是在美国，有些人是在加拿大，那我就是在中国内地那边跳的。然后我们回来这里的要求会讲一下单独自己一个人跳，这个也是比较麻烦，因为很多地方去学习去跳的话呢，很多时候是要你2个人，就是刚才有 PowerPoint slide 讲得到的，有个教练在后面，那种很多地方才可以找得到。但如果是一个人自己跳的话呢，一定是飞行学校或是特定的单位才可以找得到地方可以去做单独的飞行跳伞，所以这个又增加了我们去考这个章的难度。然后第3个要求是要自己成功5次的着陆。这个比较麻烦的是，有些人在着陆的时候，第1次或是第2次已经把自己的脚摔断或是伤掉，那时候那几天的行程基本上都已经不可以再跳，那就要等下一次要再去。所以我们在1个星期里面做得到5次的着陆是比较困难的东西，也是一个挑战。然后后面去讲用降落伞去着陆，这个比较好懂，就是你有开伞，或是你对，就是你有开伞，然后你有碰到我们的地下，那也就算是第1次、第2次、第3次、第5次这样子，所以最后的要求比较简单。那总结来说，第一，在这个章里面，第1个要求是比较简单，是每个人都可以吧。然后第2个呢，就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在香港特别是吧，就让我觉得我有必要去做得到这个章，或是带这个章上自己身上的原因吧。好，那讲了这么多呢，我想先让你们看一下我当时的照片。这个是2019年，就是COVID-19 以前的东西。我们是刚刚好有时间有找到教练，或是找到我们的跳伞基地去做我们的跳伞东西。这里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装备，或是等一下装备好了。先讲一下那时候我们是用1个星期1个礼拜去做我们那5次的着陆。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去看我们的天气许不许可，或是我们的场地会不会有其他人在用。这里这个基地呢，就是他们中国内地的其中一个市的跳伞中心，他们有自己的国家队或是自己的队伍在准备或是在练习，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在早上差不多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图片这边6点5点钟，要在这么早的时间起来，然后搭上大架飞机才可以做得到我们1天2次或是3次的跳伞活动才可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里的话，我们都是自己的装备自己负责，包括我们在香港带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是我们身上的高度计，或是我们身上的头盔，或是我们身上背着的跳伞那个降落伞，就是一个比较难去带上去大陆的一个东西，我们也要自己带上去。还有我们的服装，就是蓝色的一个学员去穿的跳伞服，我们也要自己带上去。然后带这么多东西上去，我们就在这个1个礼拜里面做得到。天气要求很高，还有自己知识上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活动。那简单讲一下，我们
去的时候是1个礼拜，但是去以前的2个礼拜，我们也是要去认识什么叫跳伞，什么是一些航空知识。那我们先讲一下整个流程是怎样。那当然是你要被邀请，或是你有兴趣自己去找教练去考章。那考的时候考的时候就是先跟自己的团长说你要去，然后他就邀请你要跟家长讲一下。那我当时是要，因为我们香港成年是18岁以内18岁以后才是成年。那我当时是没有，那我就要家长同意。然后我们所有人都集合了以后，我们再去找一个教练。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左边的那个就是我们当时的教练，他好像是前的英军教练，所以就是很有资历的一个教练，就叫我们去认识所有东西，包括是我们的风向要如何去分辨那个方向，就是tailwind and headwind and crosswind。So 3个风的加起来会是怎样？还有我们所有身上的装备，它们的运作原理是怎样？比如说是我们的后备伞是要用炸药去炸出来，不是自己拉就拉得到。还有我们会再讲一下，我们上到去跳出飞机的那一刻，我们是要用什么的动作。你应该可以在 Instagram 或是在 Facebook 看得到很多，就是所有手脚也是放在后面的那个动作。那个时候我们教练也是会教我们的。然后认识完所有东西，风向怎么去应变，或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在空中自己处理之后呢，我们就等到我们的复活节时间去营地。那我们那时候一个星期里面，我们第一天的东西就是到那边，然后去认识一下那边有什么东西，还有他们里面有什么措施 facility。那我们可以在中间的图看一下，这里是一个国家的航空飞行基地，就是说里面的所有航空相关的东西也是在国家或是就是中国那边许可的东西才可以在这边做，那不许可的话就不可以在这里。比如说有学生飞机学生的飞行员会去想学开飞机的话，我们会在这里去做，而不是其他自己私有的基地去做。或是刚才有说到有国家的有省有市的跳伞队伍会在这里练习，也是在这里做。然后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里不算是很大，最大的就是我们的airfield， 就是草地比较多，就是比我们让他们去降落还有 take off， 就是起飞。对。然后这里还有其他相应的设施，就是有宿舍，或是有饭堂，或是有一个室内空洞的地方让他们去练习。那我们认识完第一天之后呢，我们第二天就很早起来，我们就是5点半起来，然后就准备所有东西，跑出去草地去准备上飞机，等飞机，然后在飞机自己跳下来。这个是第二天和第3天、第4、第5天的行程。然后每一天会是跳1到2次，或是3次，如果好天气的话，或是反坏的话。那我们每一天跳完以后，就是早上节目做完以后，我们中午的时候会看其他的设施，就是刚才说的风洞，就是室内的跳伞，我们也会去做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自己休息一下，等晚上的时候，或是6点7点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大家的common room， 就是共享的房间那边去看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跳伞路上会是怎样。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就是自己跳出去的时候，你做得好或是不好，我们也是会在那一天的晚上去看。然后5次的跳伞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会去找我们上营的领袖去找他拿章，签这个奖章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星期，一个礼拜里面的流程。然后呢，先讲一下，刚才也讲一下，就是跳伞的，认识跳伞的工作坊里面，我们会有互相认识的情况，就是教练要认识我们，然后我们要认识其他的不同朋友。我们在收拾伞的时候，我们要互相提点，互相帮忙一下。然后呢，第二个我是用广东话去写的，所以你们有机会看不懂。就是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然后很多时候也是看教练的时间可不可以。通常都是一个长的假期，那我们的复活节就是4月份的复活节，就是有时间可以去做得到。然后第三个就是地面的理论，就是刚才有讲风向啊，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自己的方向或是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东西。然后简介就是我们在去以前想好我们在营地里面会做的什么东西，或是整个流程，就是刚刚说的东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动作的练习。在跳伞的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伞是卡着或是打不开，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自己先在地面准备好自己要做的动作，比如说是把右边的cut off handle 拉一下，然后在左边的包包就是打开后备伞的东西拉一下，就是整个流程要熟练才可以准备好去自己跳伞，如果不是的话就很难去自己跳得到。好，那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就是准备好所有东西，然后就期待我们去大陆的时候再跳伞。然后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刚才有讲一下，就是会在停机坪啊，会在他们的facility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然后呢，这里呢，我准备了一条影片，是我们第一天晚上去风洞做的室内跳伞。那我先打开一下，我们可以都看一下。那整个场面声音会是很大，所以我就直接把声音关掉。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我啦。我就在第一次飞的时候，很多动作不是非常好，也是要教练去拉着我，去教我怎么做好动作。这个动作我觉得应该每个人在学跳伞，或是你听得到跳伞的时候，你会想得到的第一个动作。这个就是讲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重心放最低最低，等我们不会一直在跳的时候转，就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正常的动作里面。然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有很讲究的点，是你所有脚你的手要平衡才可以做得到，不然就会像这样子撞到。我忘记这个视频这个小短片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教练说的动作，应该好像没有。有时候教练会直接用手提示我的脚或是我的手要放哪里，会高一点或是前一点左一点，就是也会影响到我们飞的时候我们在重心的动作。好，然后所有东西第一天做完以后，我们第二天就准备跳伞。然后跳伞呢，我也是有一条小小的短片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在上飞机，然后跳出来，就是跳出来，没有什么特别。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跳伞的时候也想起来会想到自己拉开自己的伞，但是我们自己这一次头5次的跳伞会是比较简单，它就是会用一条很长很长的绳去拉着我们的银伞gliding parachute， 就是先回去一下，先回去一下。好，就是这里。你可以再看我跳的时候，后面是有一个小小的袋子，会带着整个降落伞去打开的东西。我们就是用这个绳去连着飞机打开我们的引扇，就是这个小的东西，小的。
然后再打开我们大的，所以这里还不是我们最大的伞。这个是我们很多地方去学习跳伞的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会自己开伞，会先试一下那个感觉是怎样，然后他就带着你去慢慢的做好动作。好，然后继续看呢，就是看到黄色那条就是我们的银绳。在跳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讲会不会很高，会不会很怕。但我很多时候就直接跟朋友说是基本上不会，因为你会想你开伞以后你会做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开伞以后会卡住的话会怎么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手放在降落伞的两个 handle 两个手把里面去拉，就直接可以打得开，但是也是要想，基本来说，跳伞的时候你不像那种观光的那个方法一样，那个你可以直接放空脑袋，然后自己跳出不，教练自己带你出去，你不用想这么多。但是在这种自己一个人跳的话呢，你会想很多，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去怕那个高度啊，或是怕很多东西，就是不会的。以我来说啊，我觉得好，然后你跳完以后，你就是听着教练在无线电讲的东西去做就好。比如说是你要转左右，或是你在什么时候拉着你的伞去做别的这种动作。那 fear 是我们在降落的时候会讲的航空相关词语吧。然后我觉得这里应该没什么特别吧。我记得好像是1000米的高度，就是在中国大陆他们用米去做单位，所以这个1000米就是333英尺的高度。还有对，这个可以再讲一下，就是我们在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带着镜头的这位教练，就是我们整团的 Drum Master，我们就是听这位教练去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或是什么时候不可以去，或是他会跟我们的飞行员说要减慢我们的速度才可以跳。呃，这时候呢，我们就等我们的 Drum Master 去讲我们接下来的东西。我记得我有另外一条可以看，可以不用重复这么多。好，那我们继续讲。好，那我们上飞机以后呢，就是我们在一个一个人跳下来的时候，一直会听着我们教练去讲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后面也是有另外一个人的。好，就是听着做什么，然后自己做就好。做到差不多着地的时候呢，教练也会去找其他帮忙去其他的小帮手去帮你把你的伞拉下来，让你不会再自己飞走。这个地方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着陆是我们要碰到地下的第一个时刻，自己跑向前才可以把所有的力减掉，会让自己的脚正常碰地。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是有听过教练说，上一年就是2018年的时候，有人在跳伞降落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的脚摔断，然后今年也是就是2019年再来一次。那时候我是有在怕，会不会我也是这样子啊？我会不会也摔断脚啊？然后就考不了这个章。幸好我是没有，基本上碰地的时候也是轻轻的碰地，然后就直接跑回来，很简单。然后呢，很多时候有朋友会问我说，为什么你着地的时候是用脚，不是用直接身体在翻滚？请问一下，会不会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伞会缠在你身上吧？嗯，这个不太算是吧。
我先讲一下那个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用的伞会不同。这种伞你可以看一下我在用的这种呢，我们是叫长方形的。长方形的伞我们会比较容易去控制我们的前后左右或是转上。但如果是用另外一种是比较圆形的，如果你有来过香港迪士尼的话，我们有个Toy Story 的 Toy Story Land， 里面是有一个伞兵是用圆形的伞。如果有看过的话，应该会有印象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前面讲什么是跳伞的时候，黄色的那一种圆形的那一种才会用翻滚的方法去落地。那个方法是那一种伞是比较难去控制它们的方向，所以它才会用这个方法去着地。但如果我们是用长方形的话，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着地的方向，我们减多小速度。所以说呢，我们剩下来的速度不会很高，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脚方法慢慢的着地，慢慢去跑，把所有的重力减掉。所以就是用的伞不同，然后我们的着地方法也是不同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每一天都是这里好像跳了一个，对，就是我们到地下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会把伞拉过去我们的空地地方去做收起的动作。基本上你在用伞的时候，你自己在using umbrella 的时候，就是下雨的时候开伞，那个伞基本上你甩一甩，然后把那个绳子绑起来，你就可以把伞收好。但是我们跳伞呢，我们不会是这样子，我们跳伞是有很多很严谨的动作去做，确保你下一次开伞的时候是正常开。里面有很多就是绳子可以去绑好，然后我们的伞也是要用一定的方法，在教练看着的方法，我们才可以收起来，然后再去下一次。然后这里呢，可以讲一下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刚才说有个人在倒地的时候摔断脚，在同一个人在这一年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的伞打不开。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紧张的东西。我们跳伞呢，基本上会带两个不同的降落伞上去，一个是大主要用的，自己去收洗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小型的，要用自己人手打开或是飞行电脑去计算特定的高度或是特定的下降率才会自己打开的。这种副伞呢，我们很多时候也不会开，也不会去碰。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是在跳的时候发现他自己的主伞没有打开，然后就直接打开他们的副伞。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但是也最后发现不到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个是比较大家都大为紧张呢？就是因为用这个副伞的时候，就是在讲一定是主伞或是有什么东西有坏掉，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去面对、不想去看得到的东西。还有说呢，他们去收洗这个副伞的时候，一定是有教练去做，或是特定的人去收洗这个副伞才可以。然后他收洗完也是要把这个声明或是在一个纸本的文件写下什么时候、为什么，然后所有的原因也写上去，这个才让所有的教练觉得很麻烦或是很紧张的东西。对，这个就是同一个人发生2次的小插曲。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每一天的晚上，就好像看我们刚才的影片，我们会在想你跳出去的时候，你的姿势会不会不错？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做的动作会不会好？然后看我自己呢，会看其他的朋友，然后再看所有人。那时候呢，我们就会那一晚想一下自己会有什么做的不好的，我们去改善。改善完以后呢，我们再看之后的时间会不会有
进步，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还有呢，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的教练也会把我们那一天那一跳的表现写下来。那 notebook 我没有在这里放上去，就是一个小小的记录本子，去写你那一次跳的东西会有什么改善，有什么好或是不好，什么时间在哪里跳。那我们5次跳完的时候，就在 notebook 上面写下我们所有的评语，就把这个 notebook 带去我们统军的特定领袖。那我们是有这里统军跳伞章的发出人有不同的领袖，那我们就自己去找他们去领章就好。然后呢我不知道到现在会不会有人有兴趣去跳伞。我知道台湾应该会有地方可以去跳，或是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去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澳洲、New Zealand 这3个地方基本上都会找得到。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基本上你这里8个要点你会注意一下，然后再去看他们飞行学校那边会不会有其他的要求。就是简单讲一下，第一就是你有身体状况不行的话，你不可以去，这很正常。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跳伞前8个小时不可以吃药或是喝酒，就是如果你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去跳的话，没有人确定你的安全，所以就不可以。然后第3就是有谢谢。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第3点就是24小时之前不可以潜水，我应该打错字这里。就是我们耳朵的构造里面是有讲到，有一个去控制我们的气压。基本上如果你去搭飞机或是潜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耳朵会好像塞住一样。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潜水以后再去高空的话，你的耳朵可能是很难去做反压的动作，或是你很难去控制你的压力，所以这是不可以的原因。然后第4就是大家都应该可以吧，就是18岁以上16到65以中间的人都可以去。不过我建议就是50或是40岁以后的话，身体状况有一些考虑的人可以找一下医生去咨询可不可以去吧。然后5就很简单，就是带一个我们在图片里面看得到的蓝色衣服，就确保你东西都不在身上，然后教练要帮你的话，可以抓住你的手或是你的脚去带。然后第6就是不可以带东西上去很简单的，怕你会丢掉，然后找不到。我记得我在去的时候，好像有人在丢了什么东西，但是忘记是什么，最后是有找回我记得就是我们有一个教练带一个摄影机上去，就是 GoPro 带上去，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直接掉下去，在1000米的高度，在基本上不会找得到东西的地方，我们也是有教练直接找得到那个 GoPro 在哪边，然后也安全回来。这个是比较我记得的东西。然后第7就是教练讲什么就是做什么，很简单。然后8的话，8就是买保险。保险的话就不确定每一个公司会保跳伞或是没有保跳伞，你要自己找一下确定一下，有才可以买。然后呢，这里就是 Thank you， 我觉得还可以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先回去这边。那讲了这么多呢，很多人都会去问我，你会不会推荐其他人去跳伞？那我自己如果是香港童军的话，你可以去考一个章，然后你可以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去突破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那如果是台湾的朋友或是其他地区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想突破自己高的点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试一下，但是事前会想一下会不会有
其他简单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是Epsilon 就是圆形下降，这个是我在跳伞以前做的东西，或是呢刚才有朋友传出来的那个飞行伞，飞行伞就是在山顶或是有船的带领下，你去体验什么是有伞包着你的感觉。那你可以先试完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再去这种自己跳或是有教练在旁边比较难的跳伞动作。那基本上我是很推荐每个人去试一下怎么去跳伞。还有呢，在这里的话呢，现在，在这里的话，基本上香港人可以去可以去学习怎么跳。然后我们也是有另外一个章是去让学生飞一个真的飞机，这个是我应该下年度准备好去做的东西吧。我到时候如果完成以后，我可以再来解释或是介绍一次吧。那这个差不多40分钟的简报，我就先谢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可以在这里问一下。好，非常谢谢。谢谢我们的 Brian 哈。好，在此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 Brian 他待会有团的机会，一些事务要做处理这样子，所以他很快的他就要下线了。那时间宝贵，我们就快速来拍张照，然后待会就是 Brian 可以的时间呢，我们大家就尽量把握吧，好不好？那大家把镜头打开。好，那待会就是如果不然你时间到了，就是直接下线，就不用客气，这样好不好？就是有缘，那来得及就回答。那如果来不及的话，那就请大家就是用留言的方式，那我这边我再转给你，再请你这边再帮忙做回复。好，那各位好了吗？我拍照喽，3、2、大家哦，3、2、1，我拍照。好，各位拍下1、2、3，好，感谢。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